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，今天要跟大家说一部我去年就想说的电影《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》。这部电影终于在网上播出了，我第一时间做了观摩学习，看完发了一条微博。幸运的是，居然被导演毕志飞翻了牌子。毕导相信大家都很熟悉，他身兼多职，是逐梦演艺圈的导演、编剧、监制、制片人、主演、美术指导、剪辑指导。但是名传千古的神曲《纯洁心灵》也是他作词作曲。不就是孙楠唱吗？孙楠应该唱插曲。电影讲的是毕导饰演的表演老师文天言和他学生们的故事，8男9女，总共17个学生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线。这绝对是我从业以来遇到的最复杂、最烧脑的一部电影。如果今天你们发现偏偏的解说毫无逻辑，也请多多担待。片子一开始，所有主演们就给大家跳了一段广场舞。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停。我真的很心疼毕导，他为这部电影付出了11年，结果你们这些主演居然连个广场舞都跳不整齐。还有这姐妹的身材，仿佛是在揭秘这部电影之所以没拍好，是因为剧组把经费都花在了伙食上。不过他似乎并没有自知之明。我的身材你有吗？然后毕导直接用一个价值几千万的镜头证明，学表演的学生大部分都很有钱，没错，车都是租的。可是又怎么样呢？咱们毕导从来没有逃避过这个问题，要不然也不会坦荡的拍出车牌上 MV 拍摄几个字了。几张 PPT 做了淡入淡出处理之后，毕导告诉大家，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很有钱。比如这位来自大山的子孙就是他们全村的希望，他叫艾依，是个少数民族，兴趣爱好是背对着大家说话。就这个镜头感，天生就是做演员的料。明天我就要去上大学了。海亚影视学院表演系。然而在进入海亚影视学院后，学了4年普通话依然似乎不标准。其实是因为艾依这个角色的演出任务并不是学表演，而是为了满足毕导的自恋是为了衬托毕导的个人魅力，所以他毫无铺垫的就爱上了毕导饰演的文老师，并愿意为了文老师陪投资人睡觉。虽然艾依是文老师亲手送给投资人的，虽然文老师笑得那么开心，但都不妨毕导塑造自己伟岸的形象。是的，他当场就能开车追回艾依。文老师一个漂移堵住了投资人的车，艾依和投资人居然都是从副驾驶下来的，这信息量太大了吧？他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最后文老师还是成功救下了艾依。另一条线，一个叫小雨的男同学在公园练早功的时候，为了救一个老奶奶，大清早的就被酒驾的货车司机无情的夺去了左腿。司机大哥估计也是刚看完《逐梦演艺圈》，这个坎儿硬是没过去，只能大清早就把自己灌醉，然后在公园里漂移。在这里要点名表扬一下小雨同学见义勇为的精神，明明已经把老奶奶拉出了魔掌，他偏要来一个高难度的360度转体，硬是把自己甩进了车底。小雨被送进了医院，文老师表示，小雨醒来的画面是我终生难忘的。小雨别难过，小雨，我的腿。毕导果然是童叟无欺，说是画面就绝不给你整动图。这么讲诚信的导演现在很难找了。场面一度非常悲伤，但小雨没有被生活打败。他表示自己虽然失去了一条腿，以后再也不能表演了，但是没关系，他还可以做编剧，还可以写影评啊！也就是说，哪怕啥也干不了，最不济也可以去当编剧写影评啊！作为一个28星小编剧和非专业影视解说视频创作者，我真他娘的想给毕导一个爱的抱抱。紧接着一个魔性的转场，文老师突然出现在了窗户外，实力演绎了什么叫做真班主任的凝视。一想到自己班上的学生一个比一个惨，文老师很痛苦。更让他痛苦的是，自己女朋友不远万里来给自己戴绿帽，是因为毕导没车没房没钱。你看我跟着你受的这都是什么委屈啊！我下这么大雨我都回不了家，这还不是家，是租的。毕导辛辛苦苦把最好看但也是最没演技的演员安排给自己做女朋友，当然不会这么轻易的分手。但是他俩和好还要归功于另一个学生程烨，这哥们儿被一个叫玉姐的富婆包养了。于是程烨拿着玉姐的钱泡到了女同学家一，很快他良心不安，决定和玉姐分手。后来玉姐的老公发现自己被绿，找人威胁程烨。危急关头，程烨没有打电话报警，也没有打电话给父母，而是选择向文老师求救。可见文老师平时和学生们的关系是多么的和谐。但文老师来了就被坏人咔咔一顿捅啊！按照这种捅法，文老师应该早就嗝屁了才对，但他并没有，而是靠着主角光环坚强的活了下来。最后前女友被他见义勇为所感动，俩人重归于好。毕导见势趁热打铁，给自己加了场吻戏。是的，照毕导的话，娱乐圈如此黑暗，给大家呈现了那么多潜规则的画面，但最后却只有他自己实打实的获得了吻戏一场。说到潜规则，咱们再来看看另一条线，这个精壮敦实的女孩叫做冷成风。几乎是个老板并且性别男的都会想睡他。俗话说有梦想谁都了不起，咱们冷成风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表演艺术家。虽然在国外长大，但一心只想回国深造，北电中戏上戏一概看不上，和老外养父闹翻，只为了读这所海亚影视学院。冷成风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天天辗转于各个夜场，为了拿到角色决定陪投资人爽一爽。你们仔细听，毕导细心的在中间插了一个有味道的音效。
虽然最后投资人因为实在下不了口拒绝了冷冲锋，但这一声铿锵有力的屁响是导演毕志飞对现实社会的抨击。他想借此告诉观众，在梦想面前，尊严有时候就像个屁。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，在这部《逐梦演艺圈》里还有很多。例如另一个学生肖玉去剧组打工，你根本弄不懂这个剧组到底在拍啥，围着一台三轮车拍了3天，而且每天拍2秒钟就收工。开始。停，收步。开始。停，收步。开始，收步。肖玉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同一个地方把2个杠挪个位置。今天我一早给你们带过来，别人你看看戏，好好加一。终于，肖玉得到了剧组领导的赏识。你还真能吃苦，难为你了。现在好多年轻演员可娇气了。没有多少东西吧，还知道也不守规矩。这里注意，我放的就是原片，并没有后期加速。毕导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，如此用心良苦，就问你们感动不感动？还有一个学生交了个外地女朋友，你们猜毕导是怎么表现这段异地恋的？一个校门口的场景，配上字幕周五，旁白说去了就代表去北京了，然后同一个机位同一个场景，配上字幕周日，旁白说回了就代表回学校了。再比如毕业汇演，算了，这个我就不说了，大家一起欣赏一下吧。看来在毕导的世界观里，没有什么问题是字幕和旁白解决不了的。总的来说，这是一部很利尿的电影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吐槽归吐槽，下面偏偏还是要来和大家正经的分析一下，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部电影烂。首先，所有演员的演技都不在线，也不知道毕导在这么多高校里费尽心思逼看了所有有演技的新人，是不是想表达对现代教育问题的抨击？其次，毕导太贪心，想要往1个半小时的电影里塞进10多条线，分给每个角色的时间必然就只有几分钟。作为一个第一次拍电影的导演，根本就没有能力把每个角色都塑造的完整，这样显得每条故事线都跟上厕所似的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让观众看得云里雾里。第三，就是一些手法的滥用，比如旁白和字幕。因为上学的时候听老师说过，一部电影能用画面表现的就不需要用台词，能用台词表现的就不需要用旁白，能用旁白表现的你还非得加一行字幕，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？所谓的旁白，所谓的章回体标题，所谓的多故事线群像戏，所谓的重复场景、重复镜头、后期加速，根本就是导演剧作能力不足的表现。少拿个人风格当幌子，也少拿大师前辈的作品当例子，更别说是什么对电影行业的尝试和探索。想学会跑之前，是不是得先学会爬呀？另外，电影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剧情非常的不真实、不接地气。我这今天不是拍了一个广告吗？这拍的有点晚，企业方特意派了一架直升飞机把我送过来啦。比如那个异地恋的男生，每次回来都会刚好碰见同一个同学，这个同学每次都很执着的打听他和女票没羞没臊的细节。你们在现实中见过这么无聊欠揍的同学吗？关键你还非得在校门口问，回宿舍再问不行吗？还有俩男生听说自己哥们的女朋友被无良导演欺负了，于是男扮女装，还化了一脸的浓妆去捉弄导演。这里明显是为了搞笑而强行塞进去的喜剧段落，非常的脱离现实。周星驰的喜剧可以这么无厘头，是因为人家的影像风格本来就是统一的，而这部电影好像忘了自己标榜的是揭露演艺圈黑幕的现实主义题材。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编剧能力不足，很难将平淡的学生生活写好，所以只能强行加入各种夸张的戏剧冲突，比如分手、劈腿、包养、车祸、截肢、跳海、坐牢、三角恋、潜规则、持刀行凶、断绝父女关系等等，塞得满满当当。可以说所有的倒霉事都被文老师这个表演班给碰上了，这简直是一个被诅咒的班级啊！偏偏从来没想过要去说服一个人，因为沉浸在自己世界观里的人是听不进劝的。所以这期节目只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完《逐梦演艺圈》之后最真实的感受。另外，本人其实非常期待毕导的下部作品，毕竟他绝对是华语影坛进步空间最大的一位导演了。所以毕导就别来告我了，好吧？爱你哦，拜了个拜。逐梦逐梦逐梦演艺圈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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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，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，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。